四皇大妈的第一任老公揭晓，不过已经被大将黄猿彻底抹杀。大妈能成为雄霸一方的海上皇帝，离不开与她结成夫妻的43任丈夫。不过大妈生完孩子后，这些丈夫全都下落不明，只有双胞胎7封姐妹的老爸有过出场。在路飞去蛋糕岛接山治时也丢掉了性命。还有卡塔库利3兄弟的老爸是谁，一直是海米争论最多的话题。有人说是世界最强男人凯多，他和大妈曾经是同伴，两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。大妈把鱼与果实青龙形态送给凯多，换来卡塔库利3兄弟也不算很亏。不过凯多比大妈小了9岁，这姐弟恋玩的还挺溜。在弹头岛篇章，从贝加庞克身上发现一个细节，他可能就是大妈长子佩罗斯佩罗的父亲。首先，贝加庞克有一个长长的舌头，这个特征与佩罗斯佩罗简直完全一样。而且贝加庞克身上的衣服也很特别，一个大男人居然穿着一件粉色的内衬，而且上面还有着红色的圆形图案，与四皇大妈身上衣服的图案一模一样。这2处细节是巧合，还是作者尾田的伏笔呢？路飞被大熊拍飞到女儿国后，与汉库克发生了一段交集，甚至让粉丝们认定女帝就是他未来的老婆。还有路飞身上穿的红色衣服，就是汉库克用睡衣做的。现在大妈也用自己的衣服给贝加庞克做了一件内衬，是否暗示出她就是四皇大妈的第一任丈夫呢？其实大妈与贝加庞克也有着不小的联系。大妈曾经是洛克斯海贼团的一员，当时的伙伴中就有密斯巴金，他不仅是一位科学研究者，还曾与贝加庞克一起共事过。贝加庞克还利用密斯巴金的基因制造出了克隆人斯图西，而且夏洛特00只比贝加庞克大3岁，两人生下了佩罗斯佩罗，好像也能说得通。不过现在的贝加庞克已经被大将黄猿干掉，他是不是大妈的第一任丈夫也无法确定了。尾田公开雷利能喝退黑胡子的真正原因，即便汉库克被干掉，九蛇岛还有4位大将级强者。黑胡子带着2个小弟去九蛇岛，目标是抢夺超人系甜甜果实。当时海军也在抓捕汉库克，结果连同大九和戴鹏一起被全部石化。见到汉库克对科比发起攻击，黑胡子趁机偷袭抓住汉库克的脖颈。他很清楚，即便是干掉汉库克，也不能救下自己的2个小弟大九和戴鹏。就在此时，雷利释放着霸王色登场，他让汉库克解除所有被石化的人。黑胡子也很给雷利面子，绑架科比之后，带着手下乖乖离开九蛇岛。之后，雷利告诉众人，自己已经老了，现在很难正面击败双果实的黑胡子。对甜甜果实势在必得的黑胡子，是真的因为害怕冥王雷利才离开的吗？回顾黑胡子从一个无家可归的小渔民，成长为雄霸一方的海上皇帝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计划有城府的人。离开九蛇岛必然是最正确的选择。首先，黑胡子不能干掉汉库克，用2个小弟的性命换甜甜果实并不是很划算。当下海贼世界已经进入最终的混战时期，丢失2名干部会让海贼团实力下降。其次，黑胡子即便将汉库克干掉，还得面对4位大将级强者的全力围攻。第一个是冥王雷利，他来九蛇岛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保护汉库克的安全。2年前在香波地群岛对战黄猿，可以确定老年雷利至少有大将级水准，即便不能单挑打赢黑胡子，两人的战斗也会很焦灼，短时间无法结束。夏奇也跟着雷利来到女儿国，他是汉库克之前的九蛇海贼团的船长，他还没有展示过真正的实力，应该不会比汉库克差，拥有准大将级别。别看咋婆婆整天被汉库克踢来踢去，她曾经也是一位实力强悍的海贼，担任过九蛇海贼团的船长，还曾加入过史上最强的洛克斯海贼团。如果黑胡子将汉库克干掉，必然会遭到3人的围攻，小命很可能不保。与此同时，海军还有科比和2名炽天使，没有被甜甜果实的能力石化。科比的战斗力很一般，最多也就中将水准。炽天使女帝也没有大将级，但炽天使鹰眼的战斗力一度让黑胡子感到畏惧，应该具备准大将级别。一旦黑胡子与雷利等人爆发混战，海军必定是围观者坐收渔翁之利。等到黑胡子在战斗中受伤后，炽天使鹰眼会将其抓捕关入海底监狱。霸王色霸气的最强用法只有2个人会，其中1人已经救过路飞3条命，还有1个人当前正准备干掉路飞。100万分之一的霸王色霸气，在修炼方面也有等级之分。刚刚觉醒霸王色的时候，很难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释放。当年路飞在马林饭多救艾斯，释放霸王色霸气进行无差别攻击，跟着雷利学习2年后，路飞已经能掌控霸王色，可以按照意愿释放。很多霸王色的拥有者都属于这一级别，也只能在清理小兵的时候使用。更深层次的霸王色用法就是定点打击，雷利在香波地群岛的竞技场用过，将天龙人和士兵全部震晕。草帽团的成员和鱼人凯米却没有被霸王色攻击。路飞在鬼岛屋顶对战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掌握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，就是像武装色一样包裹在身体和兵器之上，不用接触敌人也能造成伤害，只有最顶尖的强者才能掌握这项技能。四皇大妈用霸蝉击败过佩吉万，多年前白胡子与罗杰在无名小岛相遇，也将霸王色包裹住兵器上对轰。卡普作为海军英雄也会霸蝉攻击，一招银河冲击差点将一座城镇摧毁殆尽。香克斯也是最顶尖的霸蝉攻击使用者，一招神臂攻击秒杀赏金30亿的基德。
除此之外，霸王色还有比缠绕攻击更强的用法，就是能像刀剑一样造成伤害。据说只有香克斯一个人会使用，但是在剧情中还没有明确交代。当年去找白胡子商讨召回艾斯的事情，就释放过霸王色将船板震裂，还有在和之国近海释放超远霸王色，麻痹大将绿牛的身体，使其不能动弹。算上当年在东海丢掉胳膊救路飞，以及2年前去马林范多终结顶上战争，香克斯这次将绿牛赶出和之国，已经算是第3次拯救路飞的性命。目前草帽团正在弹头岛冒险，对手除了大将黄猿，还有五老星萨坦圣，他应该是某种幻兽种能力者。从周围的黑色烟雾看，应该已经觉醒果实，而且海军准将以下的人，一旦与萨坦圣对视，就会身体爆炸丧命。即便是赏金超10亿贝利的山治，在萨坦圣的周围也无法让身体动弹。有不少海米推测萨坦圣的这种奇怪能力，要么是果实所致，要么是霸王色。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，五老星都掌握霸王色霸气，一点不惊讶。如果是用霸王色造成的物理伤害，路飞在弹头岛的战斗就非常困难了。尾田再次加强鹰眼的战斗力，不输现在的任何一位四皇。打拥有2颗果实的黑胡子很轻松，鹰眼的实力有没有四皇级别，一直是海米们争论的话题。有人说他曾经与香克斯多次决斗，据说每一次都是不分胜负，而且当时的香克斯还没有断掉左手，可见鹰眼绝对拥有4皇级实力。不过也有海米说，鹰眼在顶上战争攻击白胡子，斩击被钻石乔治挡下。鹰眼也强调主动攻击，只是想测试一下自己与世界最强男人的差距。可见在他的心目中，自己与白胡子的战斗力还存在不小的差距。在世界会议期间，藤虎联手利库王等人提议将七武海制度废除，之后克洛克达尔提议鹰眼联手与巴基一起成立了10字工会。随之鹰眼的往事公布，曾经是一位海军猎人，赏金高达35亿9千万。刚当上4皇的路飞是30亿，巴基是31亿8千9百万，都比鹰眼低很多。而且海军在介绍鹰眼的时候特意强调，他的剑术比4皇香克斯更强。如此来看，鹰眼的真正实力不输4皇，也不会比香克斯有什么差距。自从路飞在鬼岛击败凯多后，霸王色缠绕攻击已经是顶级强者的标配。香克斯用一招罗杰使用过的神臂，秒杀了赏金30亿贝利的基德。卡普用一招霸缠攻击银河冲击，几乎摧毁了蜂巢岛的一座城镇。鹰眼的霸王色缠绕攻击到底有多强，还需要后面的剧情加以证明。得知七武海制度被废除后，黑胡子立马带着2个手下攻打九蛇岛，目标不是霸占第一美女汉库克当老婆，而是抢夺超人系甜甜果实。黑胡子是看过恶魔果实图鉴的人，甜甜果实有何特殊能力他最清楚。不过在攻打九蛇岛的时候，海军也派遣了赤天使去抓女帝汉库克。赤天使鹰眼与黑胡子爆发战斗，从场面上看，赤天使鹰眼并不落下风，黑胡子对赤天使也很畏惧，迫不得已开启暗暗果实才将小鹰眼逼退。贝加庞克利用七武海的能力创造赤天使，战斗力不会超越真正的七武海，小鹰眼都能让黑胡子感到棘手。如果是真正的鹰眼与他展开决斗，即便黑胡子拥有阵阵果实和暗暗果实，想打赢第一剑豪也非常困难。首先，鹰眼米霍克并不是能力者，暗暗果实对他来说并没有克制作用，而且鹰眼能打造出黑刀，也能与香克斯打成平手，霸气的修炼绝对不弱。黑胡子目前的弱点就是霸气不强，能不能打过现在的鹰眼还真不好说。黄猿多次救路飞的原因终于公开，他会在弹头岛背叛萨坦圣，护送草帽团。当年在香波地群岛，黄猿一口一个好可怕，一脚一个超新星，不管是霍金斯还是阿普，甚至是老同事德雷克，都品尝了光速踢。可是在抓捕索隆的时候，光速踢没有了，反而练起了高抬腿，硬生生等到冥王雷利登场，才将脚从索隆的脑袋上拿走。当时的索隆和路飞连霸气都不会，只要黄猿动杀星草帽团毙灭。后来在顶上战争，路飞拖着精疲力尽的身体来到海军3大将面前，就当路飞开启2档冲向处刑台时，又是黄猿站出来一脚将其踹飞。中将无属不懂人情世故，联手达尔梅西亚把路飞按在地上摩擦。卡普看在眼里非常的心痛，就差直接动手灭掉无属和达尔梅西亚。好在黄猿站了出来，一道激光命中路飞，又将他踢到白胡子手中。见到路飞抵达处刑台解救艾斯，黄猿又是一道激光打断钥匙，明明能打中路飞的脑袋，却只打钥匙，只能说黄猿是在故意不杀路飞。还有在顶上战争后期，黄猿从背后偷袭抱着路飞和甚平的巴基，居然被巴基轻松躲过了。但从巴基的实力来看，显然又是黄猿在放水，以此黄猿有了其他身份，就是路飞的舅舅，或者是革命军的卧底。虽然是海米的一句玩笑话，综合黄猿多次救路飞来看，好像也很合理。即便是路飞去和之国，4皇大妈和凯多联手，打算取下路飞的脑袋，面对2位4皇，黄猿也没有害怕，主动对赤犬提出要去和之国出差。黄猿为什么要多次帮助路飞？从暴君熊的回忆中可以找到答案。大雄为了救波尼找到贝加庞克，与黄猿也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，他们一起喝酒，一起跳妮卡的舞蹈，说明黄猿也知道关于妮卡的传说，甚至还知道橡胶果实和妮卡的关系。多次救路飞是在等太阳神出现，
而且黄猿一直坚持模棱两可的正义，并不能说明他会一直忠于海军。目前黄猿正在弹头岛，刚刚与路飞经历过一场激战，被打得不能动弹。路飞也耗尽体力变成小老头，面对萨坦圣的攻击，随时都可能丢掉性命。弹头岛周围还有100手军舰，草帽团想要安全逃走，可以说几乎不可能。如果黄猿多次救路飞是在等尼卡，他很可能会在此刻帮助路飞拖住萨坦圣，护送草帽团起航。面对他的结局，很可能会和暴君熊一样。最强的恶魔果实觉醒者终于确定，吊打过四皇路飞，让黑胡子主动认怂。就连卡普提到他的名字也只能叹气。随着路飞觉醒换兽种尼卡果实，果实觉醒者越来越多。在弹头岛，陆奇和卡库都展示过觉醒能力，谁才是最强觉醒者呢？有人说是觉醒幻兽尼卡的路飞，因为他击败了世界最强生物凯多。从鬼岛的整场战斗来看，路飞能打赢凯多，并不是自己的功劳。凯多经历过赤鞘九侠的围攻，也经历过超新星们的车轮战，期间路飞还跌落鬼岛补充一波能量，战斗力比凯多还差一个档次。从在弹头岛对战黄猿也能确定，路飞也就是稍微强于大将的水准。虽然能击败黄猿，自己也失去了战斗力，还得靠同伴才能保住性命。也有人说萨坦圣是最强的果实觉醒者，不过还存在2个不确定的点。首先是萨坦圣是不是能力者，从变身的状态来看很像是动物系，也有海米推测五老星都是鬼怪，所谓的动物形态才是他们的真身。其次萨坦圣就算是吃了动物系果实，也不确定他是不是已经觉醒。从外形上看，脖子上缠绕着黑色烟雾，与陆奇的觉醒状态非常像。不过大河在鬼岛变成人兽形态时，脖子上也缠绕着白色烟雾，可见萨坦圣并不确定是觉醒者，而且战斗力也不一定比路飞强。超人系觉醒者有多弗朗明哥，还有卡塔库利，也都是准大将级别。剧场版中登场的黄金地太佐洛也将恶魔果实开发到了觉醒状态，展现出能秒杀索隆的战斗力，有没有达到4皇级战力还很难说。同样是在剧场版中登场的巴雷特，绝对算得上是最强的觉醒者，没有使用合体果实的能力，对战超新星一拳一个全部打飞。开启合体果实之后，4档状态下的路飞被他一拳头打漏气。当巴雷特使用果实觉醒之后，路飞也认可靠他自己完全打不过，只能同意老沙的计划，连同萨博等人一起才将巴雷特击败。黑胡子去推进城时，见到巴雷特立马认怂，让手下不要招惹他。当年巴雷特没有觉醒合体果实前，就能与年轻的雷利打成平手，海军不得不派遣卡普和战国一起出动屠魔令，才将其关入海底监狱。后来巴雷特逃出监狱，利用永久指针企图将所有的海贼消灭。卡普知道后也表现出一脸无奈，可见他也认可巴雷特很难对付。赤犬甚至派出2名大将出动，也是表明巴雷特不弱于任何4皇。卡塔库利的真正战斗力公开，天赋和技能不输任何海军大将。黑胡子对他的评价果然没有错，在所有皇父之中，卡塔库利的赏金不算高，只有10亿5700万，不仅比13亿900万的岩灾境低，甚至还没有刚当上皇父的索隆高。不过卡塔库利算得上6边形战士，对3色霸气的修炼都是高水准。武装色霸气没达到流鹰层级，也比当年路飞的武装色硬度高。见闻色不像红发那样掌握见闻杀，也能达到短暂预见未来的水平。很小的时候便觉醒了霸王色霸气，应该还没有掌握最顶尖的霸禅攻击。在所有的海军大将之中，目前只有从大将升职为元帅的战国拥有霸王色，赤犬亲至以及黄猿都未确定有霸王色。这一项天赋明显不如卡塔库利，对超人系诺诺果实的开发也非常完美，甚至一度被认为他吃了自然系，也将果实开发到了觉醒状态。当年只有4档的路飞被他完全吊打，虽然被开挂的路飞击败，但从路飞疑惑的眼神来看，未必是卡塔库利真的输了。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当卡塔库利出现时，红发海贼团也颇为惊讶，而且卡塔库利的见闻色预见未来，对战歌之魔王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，不过却遭到了香克斯的调侃，见闻色预见未来可不是他一个人会。可见在香克斯看来，卡塔库利是一位强者，但还算不上顶级水平。在所有的皇父之中，也只有卡尔一个人展示过见闻色预见未来。马尔科和镜对霸气的修炼不算强，溪流太依赖果实，霸气修炼也不会强。索隆刚刚觉醒霸王色霸气，对见闻色的修炼也未展现出很强的水准。本贝克曼据说拥有4皇级别的水准，也拥有不输任何大将的霸气修炼。可是，在对抗基德海贼团时，他询问香克斯是否看到了不得了的未来。难道说本贝克曼的见闻色不如卡塔库利，还没达到预见未来的水准？黑胡子对卡塔库利的评价特别高，也认定他拥有大将级别的水准。为了解读路标历史正文，黑胡子派遣范奥卡和亲自闯入蛋糕岛，目标是将3眼族的布林抓回来，利用他的觉醒能力解读古代文字。当时大妈带着半个海贼团在河之谷，只有卡塔库利和克利架在蛋糕岛。黑胡子让亲自前往，也是认定卡塔库利很强，只有亲自才能与之抗衡。如此来看，卡塔库利是否拥有抗衡海军大将的战斗力呢？海军12生肖的战力排名确定，最弱的6人被汉库克秒杀掉2个，堪称怪物的大将绿牛只能排第7。第12名斯摩格
对应的生肖是四蛇。在霸气还没有完善的时候，吃了烟雾果实的斯摩格堪称无敌，与路飞战斗可以说是完全碾压。如果不是龙登场，路飞很难出海冒险。对战火拳艾斯也有一战之力，烟雾与火焰碰撞很难分出高低。不过在顶上战争遇到女帝汉库克，以近乎被秒杀的方式战败。2年过后，斯摩格的实力一点没长进。对战七武海罗被秒杀，对战多弗朗明哥又被秒杀。好在青雉及时出现，才保住他一条小命。第11名是鼯鼠，对应的生肖是紫鼠。鼯鼠作为一名老牌中将，有强悍的剑术以及非常高的战斗智商。面对汉库克的甜甜果实，用匕首刺穿手掌，才避免全军被秒杀。在顶上战争对战路飞，鼯鼠也是占据上风，差点将路飞干掉。赤犬当上元帅之后，鼯鼠晋升为海军基地指挥官，也能体现出他很强。第10名是茶豚，对应的生肖是亥猪。茶豚至今还没有出手战斗，不过他的职位是大将候补，在大将缺席的时候，有资格成为大将，可见他拥有大将级实力。第9名是桃兔，对应的生肖是卯兔。桃兔和茶豚一样，都是大将候补，战斗力也应该能接近海军大将。他手中的名刀金皮罗还未公布品级，很有可能也是无上大快刀。桃兔对路飞的安危非常关心，说不定他与路飞的妈妈有什么关系。第8名是黑马，对应的生肖是午马。黑马只出场一次，在世界会议后和赤犬一起商讨薇薇公主的事情。他的身份除了是海军中将，他还是海军犯罪调查局的局长，能担任如此重要的角色，可见黑马的战斗力或许是大将水准。第7名是绿牛，对应的生肖是丑牛。绿牛和藤虎一样，在世界征兵中以非常优异的表现成为大将。都说绿牛拥有怪物级别的实力，可是他在面对四皇的表现很差。去和之国处理百兽海贼团，绿牛能轻松搞定岩灾镜和异灾奎因。对战赤鞘九侠也是完全占据上风，连大和也表示不是绿牛的对手，甚至还自信能取下路飞的脑袋，拿回去给元帅赤犬邀功。不过在面对香克斯的霸王色霸气时，绿牛居然被吓得仓皇而逃。难道绿牛真的是最弱的海军大将吗？时隔1年的伏笔终于揭开，黑胡子放弃甜甜果实，并不是害怕冥王雷利，当时还有2位大将级老太婆在九蛇岛。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黑胡子立马带着手下来到九蛇岛，目标就是汉库克的甜甜果实。据说那是唯一的双生恶魔果实，除了能让敌人瞬间石化外，还可以变成传说中的海妖美杜莎。当时海军也抵达了九蛇岛，为了抓捕汉库克，出动了2名赤天使。汉库克也没有束手就擒，将黑胡子的2个手下与海军一并石化。不过自己却被黑胡子趁机抓住脖梗，随时随地都可能丢掉性命。就在此时，雷利来到九蛇岛，释放霸王色霸气震慑在场的所有人。他让黑胡子给自己一个面子，放开汉库克，然后乖乖离开九蛇岛。黑胡子不想失去2个小弟，放开汉库克之后，将克比抓回了蜂巢岛。有不少海迷认为，黑胡子之所以选择离开，是畏惧冥王雷利的实力。当时黑胡子的2个手下被石化，杀掉汉库克会面对3股势力的围剿，冥王雷利外加海军和九蛇海贼团的人，黑胡子一个人很难安全逃走。不过事后雷利说自己老了，打不过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。当时的九蛇岛还有2位强者会参战，他们的实力应该有大将级别，一位就是雷利的女伴夏琪，是汉库克之前的九蛇海贼团船长。当初雷利在香波地群岛暴露身份，卡普就评价过夏琪的实力，强调夏琪是传说级别的海贼，即便海军中的老将遇到他也得小心。如果夏琪和雷利一起攻击黑胡子，即便他有2颗恶魔果实也是白费。另一位也是夏琪之前的九蛇海贼团船长，叫古罗利欧萨，也就是杂婆婆。千万不要瞧不起这位老太婆，她年轻时候的战斗力绝对能匹敌大将。想当年杂婆婆也是洛克斯海贼团的成员，经历过38年前的神之谷大战，能与白胡子和凯多这样的怪物混在一起，杂婆婆的战斗力必定不会弱。黑胡子之所以放弃汉库克的甜甜果实，一方面是对雷利有所忌惮，另一方是害怕杂婆婆和夏琪，这2位传说级海贼才是他的最大威胁。本贝克曼的真正战斗力确定，2次让大将黄猿乖乖认怂，见闻色霸气却不如卡塔库利，被誉为铁臂海贼团的红发团，一直被认为有双4皇配置。除了船长香克斯外，副船长本贝克曼也被认为有4皇级别。本贝克曼出手战斗的次数非常少，多年前在风车村有过一次战斗，对手是一群山贼小卡拉米，还没出力对方就全部倒下了。2年前红发海贼团去顶上战争救路飞，香克斯挡住赤犬的岩浆拳头，本贝克曼用枪指着黄猿的脑袋，让对方乖乖举起双手，不敢继续攻击。想当年黄猿在香波地群岛对战雷利，都表现出一点不输对方的气势，主动向本贝克曼认怂，也能反映出黄猿非常认可他的战斗力。在去马林范多之前，红发海贼团还与凯多和岩灾镜爆发过冲突，那场战斗的经过虽然没有公开，结果却是红发海贼团无伤获胜。香克斯的对手是凯多，本贝克曼的对手是岩灾镜，也应该战胜了对方。还有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黄猿打算攻击被乌塔歌声影响的民众，本贝克曼再次用枪指向黄猿，又一次让对方乖乖举起双手放弃战斗。作为海军大将的黄猿，
居然被四皇团的二把手打死，只能说实力不强，也难怪他去弹头岛杀贝加庞克。被武当状态下的路飞一拳爆头倒地。尾田曾公开本贝克曼的核心能力，拥有能比肩香克斯的战斗力。在东海篇的时候，他是最聪明的人，能超过百基洛克和娜美。本贝克曼还有着非常机敏的移动速度，以及能凌驾于海军大将的霸气。即便是新世界的七武海和海军大将，对他强悍的实力都非常忌惮。不过在红发海贼团去埃尔巴夫的时候，本贝克曼却暴露出一个缺点。当时基德知道香克斯就在巨人岛，于是发动磁力大炮准备攻击。香克斯用预见未来的见闻色霸气探查到基德会带来不得了的破坏，于是发动霸王色缠绕攻击神臂，将基德和基拉两个人瞬间秒杀。当时本贝克曼见到香克斯主动出击，立马说：“你一定看到了不得了的未来吧？”从这句话是否可以判断出，本贝克曼应该不具备见闻色预见未来？在所有的皇父之中，卡塔库利已经确定拥有见闻色预见未来，鹰眼名义上算是十字工会的二把手，他能与香克斯决斗不分胜负，不管是霸王色霸气还是见闻色和武装色，都应该不输香克斯。如此来看，本贝克曼凌驾于大将的霸气，到底值不值得相信呢？5个特殊超人系果实能力太逆天，其中有3人将路飞按在地上摩擦，不过有1人被卡普一击铁拳锤爆。第一颗是诺诺果实，能力者是卡塔库利，拿着10亿5700万的赏金，却拥有接近海军大将的实力。卡塔库利能将自身变成年糕，还能用年糕制造任何东西，加上见闻色达到预见未来的境界，一度认为他吃了自然系果实，对战路飞的时候完全碾压。橡胶果实的任何招式都会被他超越。尾田曾经在 SBS 中特意说明，诺诺果实很像自然系，属于特殊超人系。第2颗是毒毒果实，能力者是推进城看守长麦哲伦，他能从身体里制造出蓝色毒液，也能用毒液制造出巨型骷髅，一旦触碰到麦哲伦就会中毒，没有特定的解药，只要在痛苦中丧命。当年路飞去海底监狱救哥哥艾斯，对战麦哲伦的时候被完全碾压，身中剧毒后逐渐丧失五感，瘫倒在地，幸亏遇到伊万科夫才保住一条小命。元帅战国曾说过，麦哲伦有准大将实力，是海底监狱中最强的人。当时路飞只开发出3档，也不会武装色和见闻色，打不过麦哲伦很正常。第3颗是食石果实，能力者是多弗朗明哥的手下皮卡。草帽团去德雷斯罗萨的时候，皮卡用食石果实将岛屿变成巨型石像，有一种将自身融入到岩石中的感觉。甚至有海米觉得食石果实是自然系，不过皮卡的战力并不算强，性格上还特别傲慢，相信自己的武装色最强，居然与索隆比拼武装色的强度，结果被一招9刀流大千世界秒杀。第4颗是岛岛果实，能力者是黑胡子海贼团的第4船长匹萨罗，他拥有恶阵王的称号，想当年也是雄霸一方的强悍海贼。匹萨罗在蜂巢岛对战卡普的时候，展示过岛岛果实的强大之处，能控制一座岛上的任何物体，创造出的巨大手臂堪比整座岛屿。不过相比英雄卡普的实力差距太大，被卡普一记铁拳打成重伤。看来凯多的话一点没错，果实能力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一切。第5颗是合体果实，能力者叫巴雷特，有成为世界最强的野心。巴雷特在15岁的时候就有挑战罗杰实力，不过没有一次挑战成功，与年轻雷利战斗都是平局收场。难道说15岁的巴雷特有4皇级别吗？离开罗杰海贼团后，巴雷特在大海上驰骋，最后被屠魔令击败，关入监狱。趁着路飞大闹推进城，巴雷特成功越狱，也将合体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。打4档状态下来的路飞，也就一拳头的事情，战斗力绝对不弱于4皇。草帽团有5个人的老爸已经登场，其中2人在4皇团，还有1人被吴老星干掉。多拉格不算是一个好父亲，生下路飞之后就一直没管过。路飞被卡普寄养在山贼达旦家中，10几年的时间一次都没来过。不过对路飞成为海贼王的梦想，龙作为父亲可谓全力支持。当年路飞在罗格镇被巴基处刑，龙亲自出场用一道闪电救人，后来又挡住斯摩格抓捕路飞，用一阵狂风护送草帽海贼团出航。除此之外，龙创立的革命军对路飞成为4皇的帮助也非常大。路飞在恐怖3维帆船击败莫利亚后，海军命令暴君熊剿灭草帽团，没想到大雄是路飞的自家叔叔，只是测试了一下草帽一伙的忠诚度。后来大雄又在香波地群岛出现，当着黄猿的面把草帽团全员拍飞。顶上战争之后的2年时间里，一直守护着桑尼号不被海贼们破坏。伊万科夫得知路飞是龙的儿子，就立誓要保证他的生命安全，不仅帮助路飞从海底监狱逃走，又一起前往马林范多救艾斯。山治的老爸加治是妥妥的渣爹，为了称霸北海居然改造自己的孩子。得知山治的身体没有任何提升后，甚至试图让亲儿子从世界上消失。为了与4皇大妈联姻，加治想再次利用山治，让他与布林结婚。草帽团逃离蛋糕岛的时候，加治良心发现，率领吉尔玛帮助路飞来到和之国后，山治在3号战斗服的影响下，觉醒体内的血统因子，击败异灾奎因晋升成魔神。这次实力提升得给加治记上一功。乌索普的老爸叫耶稣布，在海贼旗的召唤下抛家弃子出海追梦，跟着香克斯一路冒险，成为海上非常强大的狙击手。当年在风车村时，耶稣布经常和路飞提起儿子，不算是坏父亲。每次草帽团登上报纸，耶稣布也都会关注乌索普的表现。不过当在和之国要见到儿子时，却表示自己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弗兰奇的老爸和老妈都是海贼，
为了冒险将他丢弃在七水之都，红发海贼团的航海士叫斯内克。从外貌上看也弗兰奇并不像，有海米发现他脖颈处的龙纹身，在弗兰奇的身上也出现过相同的。如果斯内克就是弗兰奇的父亲，草帽团成员的后台真是太强大了。薇薇公主也曾是路飞的伙伴，生命卡显示她是草帽团曾经的船员。在世界会议过后，薇薇的父亲寇布拉找到吴老星，询问莉莉公主的往事，结果被吴老星联手打伤，为了保护萨博安全逃走，最终丧命。玛丽乔亚，你知道开启大号的布鲁克有多牛吗？睡四皇大妈泡雷利的妞都是小儿科，还曾让50亿的强者主动给他下跪。刚登陆香波地群岛那回，草帽团都在听夏奇说雷利的往事，布鲁克冷不丁的冒出来一句，好像记得有那么个新人叫罗杰，当时觉得他在吹牛皮，怎么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？在草帽团歇业的2年里，别人修炼提升实力，布鲁克则找回大号，去蛋糕岛接山治归队。佩德洛与布鲁克计划偷走大妈的历史正文，对战四皇大妈本人时，布鲁克一点没怂，召唤出灵魂之王。大妈用灵魂制造的霍努兹，在他的攻击下简直不堪一击。宙斯与普罗米修斯也被打伤，可惜布鲁克还是被大妈击败抓走，之后躺在大妈怀中昏昏大睡。这件事也只有他一个人敢做吧。被乔巴等人救出来之后，布鲁克打开脑壳拿出历史正文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惊讶到，不敢相信这个糟老头子能如此厉害，不仅有睡四皇大妈的胆识，还成了名副其实的历史正文收割机。在布林和山治的婚礼上，路飞刺杀四皇大妈的计划被识破，卡塔库利率领整个四皇团反击，千钧一发之际又是布鲁克站了出来，偷偷打碎莫罗修女的相框，才让刺杀四皇大妈的计划能顺利推进。逃离蛋糕岛的时候，布鲁克一刀劈开宙斯，让大妈差点落入水中，最后还能抓住雷云宙斯，让娜美的战斗力提升 N 个档次。在鬼岛战争中，宙斯与天后棒融合，帮助娜美干掉赏金4亿的乌尔提。当年在恐怖3维帆船登场时，布鲁克就干过一件很牛逼的事，向娜美提出看胖次的要求，不出意外被娜美朝着脑袋来了一脚。后来在香波地群岛又询问夏奇胖次的颜色，不过夏奇回答他了，夏奇可是雷利多年的女伴，这波操作妥妥的给雷利戴了顶绿帽子。来到和之国对抗百兽海贼团，布鲁克就默默跟在罗宾的后面。罗宾对战飞6包黑玛利亚，他就小秀一波实力秒杀所有小喽啰。罗宾受伤被 CP0 的成员追杀，他就抱着罗宾逃跑到安全地带。当年罗杰海贼团称霸大海的时候，有一位大海贼叫红伯爵，据说他凭借一个人的力量就与罗杰和白胡子海贼团平起平坐，曾经与钢骨空决斗也是不分胜负，最终体力耗尽被卡普关入推进城。红伯爵有如此战斗力，赏金至少能匹敌罗杰和白胡子的50亿倍率，他却是布鲁克的小迷弟，曾经主动给布鲁克下跪表示崇拜。赤犬的实力有没有达到四皇水平，青雉才是最清楚的人。顶上战争刚刚开打的时候，赤犬面对白胡子表现得很死，不敢正面与对方战斗，只是嘴上说着用岩浆弹给白胡子送葬。白胡子完全没把赤犬当回事，吐出一口气将岩浆弹熄灭，随后略带轻蔑地补上一句：赤犬就是个点蜡烛的小鬼头。对战受伤的白胡子，赤犬一度占据上风，在对方胸口留下一个洞。不过在艾斯丧命之后，赤犬被奄奄一息的白胡子一击重拳爆头，随后又被白胡子抓住破绽重伤，跌入裂缝之中，差点丢掉性命。红发海贼团来到马林范多救艾斯，香克斯用格里芬挡住岩浆拳头，赤犬被吓得冷汗直流，不敢动弹，眼睁睁看着路飞被巴基送走。随后香克斯提议终结顶上战，不听话的人就来与红发海贼团打一架。赤犬一脸很不服气的表情，结果还是不敢站出来表示反对。香克斯从抵达马林范多开始都没有表现出在乎赤犬的意思，可见在他的心目中，赤犬的实力还没达到让自己在意的水平。顶上战争完结之后，赤犬没有休养伤病，一个人去找黑胡子海贼团交涉。黑胡子见到怒气冲冲的赤犬，只说了一句还不想战斗，就带着手下离开。从中也能看出来，黑胡子有自信干掉赤犬，只是时机还不成熟。当时黑胡子已经得到阵阵果实，手下的核心成员都在岛上，如果与赤犬率领的海军开战，完全有足够的实力灭掉对方。当上海军元帅之后，赤犬升职加薪，抽上雪茄，人也变怂了。骂吴老星被别人骑在头上，结果被对了一顿后就不敢说话。在剧场版黄金城中，陆琪命令赤犬给自己派遣10艘军舰，赤犬嘴上表达了不满，还是乖乖听从陆琪的话，派去了军舰。当时陆琪的果实已经觉醒，背后有吴老星撑腰，赤犬认怂也应该。和之国事件完结7天之后，赤犬才敢派大将绿牛前往，特意交代绿牛不要招惹路飞和武士，显然是向四皇路飞认怂了。想当年在马林范多，赤犬对抗白胡子海贼团全部队长，也要干掉路飞，现在对路飞是明显忌惮了。毕竟路飞已经觉醒幻兽众尼卡果实，拥有匹敌世界最强生物凯多的实力，赤犬不敢动路飞也算情理之中。青雉才是最了解赤犬实力的人，两人同事多年，还曾决斗过10天10夜。离开海军遇到黑胡子海贼团，青雉被问及那场元帅争夺战的经过，他只是说丢掉了一条腿而已，强调自己也给赤犬留下了一身伤疤。从青雉的话语中可以确定自己实力不如赤犬，不过嘴上还是不愿承认。尾田公开海军大将的3个弱点，技能还不如皇父，谈何对抗四皇呢？当年赤犬派遣黄猿率领中将们去解决曾经的老式责罚，黄猿也是第一次拿出全力战斗，
却被泽法诟病太依赖恶魔果实。其实那句话不仅是说黄猿，对其他几位海军大将也同样适用。从整场顶上战争来看，赤犬一直依靠岩浆果实输出，对战艾斯的时候也强调说，岩浆果实拥有将火焰燃烧的能力。青雉从头到尾都在依靠洞果实，打钻石乔兹也是依靠果实获胜。新晋大将藤虎对果实的依赖也很大，不过种果实的能力确实恐怖，能从外太空召唤来巨大的陨石，破坏力一点不输赤犬的岩浆果实。绿牛吃了自然系森森果实，从目前的战斗来看，也都是依靠果实输出。黄猿对果实的依赖最大，至今没有展示过很强的见闻色和武装色技能。光速移动是黄猿最自信的技能，在香克斯的瞬间移动面前毫无效果。尾田在公布本贝克曼的技能时，还透露出海军大将霸气弱的缺点。本贝克曼拥有很强的霸气，比海军大将还要高出一个档次。他只是一名四皇团副船长，虽然被认为拥有四皇级别的实力，毕竟是一位皇父，拥有超越大将的霸气，也只能说大将的霸气太弱。在所有的海军大将中，藤虎因为眼睛瞎了，对见闻色的修炼很强，能一直使用见闻色，还能感知他人的情感，对战力提升的作用还不确定。青雉对战白胡子的时候，用见闻色预见未来，提前元素化躲避从云切，与卡普在蜂巢岛战斗，能与铁拳卡普拼一拼拳头。武装色的修炼应该不错。综合来看，海军大将的霸气，武装色没有流萤层级，见闻色也没有见闻杀。海军大将中只有战国确定有霸王色，不会霸王色可能是他们的最大弱点。青椒曾说过，在新世界霸王色多如牛毛，可海军大将一次都没展示过。凯多对战路飞的时候强调，恶魔果实都是浮云，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，而且还强调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世界上只有少数的强者才能拥有。顶尖强者们都印证过凯多的话。罗杰对战白胡子使用过霸王色缠绕，无上大快刀艾斯与从云切碰撞，有毁天灭地的破坏力。香克斯也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一招神臂直接秒杀赏金30亿的基德。卡普作为传说级海军，霸王色缠绕攻击能轻松毁掉一座城镇。青雉与卡普战斗出现过黑色闪电，目前还不确定是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但是皇父卡塔库利确定拥有霸王色，应该还不会霸王色缠绕攻击。如果说大将的霸王色天赋不如皇父，又何谈能匹敌更强的四皇呢？